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国产谍战剧巅峰对决，廖凡封神演技 PK 诚意颜值，谁能打动你？有时候，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是大得让人心碎。两部备受期待的谍战新剧《宿敌》和《深潜》看似相似，结果一个看得让人欲罢不能，另一个却让观众恨不得快进到结束。这么一对比，简直是两种极端的体验啊！本月中旬，国产谍战剧市场迎来了这两部新剧的第8集播出。不得不说，两部剧虽然都是谍战题材，但表现上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一边是《宿敌》，剧情紧凑，节奏紧张，廖凡的演技更是炸裂，观众看得直呼真过瘾；另一边则是《深潜》，诚意的谍战首秀却显得相当让人失望，很多观众觉得简直就是一场翻车现场。这种强烈的对比，不禁让人感叹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廖凡在《宿敌》中的表现简直可以用教科书来形容。他饰演的吴玉是一位国安战士，为了追查真相坚持了整整19年，付出了一切，这份毅力和坚持让人敬佩不已。第8集中，吴玉面对队友们时的一段独白让人印象深刻，他讲述了这些年经历的磨难和牺牲，语气坚定中透着一丝悲凉。那种孤勇和忠诚通过廖凡的眼神和语调传达得淋漓尽致，看得观众眼眶泛红，纷纷在弹幕上刷屏廖凡封神。这不只是表演，而是他让观众相信了吴玉真的存在于那个世界里。反观《深潜》，诚意饰演的男主云鸿深虽然颜值在线，但无奈剧本和制作实在不尽如人意。第8集中，男女主角在仓库里的追逐戏本该是全剧的高潮，但镜头切换却显得非常生硬，配音甚至还有错位的情况，打戏更是让人看得无力吐槽，拳拳到肉的感觉根本没有。不少观众在弹幕上直接吐槽，积压5年就为了这效果，真的不如不播啊！诚意太难了，这颜值也救不了剧。而且深潜的服化道具也是个大问题，剧集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，但从主角到配角，服装造型却给人一种现代剧的错觉，尤其是女主颖儿穿的几套风衣，简直像是从时尚秀场穿越过来的。观众纷纷吐槽，抗战期间大家都这么时髦的吗？这种对时代感的忽视直接影响了观众的代入感，甚至有种穿越的荒谬感，很多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剧情方面，《深潜》也同样让人失望。男主云鸿深的任务是找出神秘特务昆吾的真实身份，表面上看似悬念重重，但推进过程却非常刻意。每集必有反转，仿佛反转成了编剧唯一的杀手锏，但这些反转不仅不新颖，还让人感觉非常做作。剧情就像是强行拼凑的悬念，搞得观众看得头昏脑胀。甚至有网友无奈的调侃，这剧情套娃呢，一个反转接一个，累了。再说回宿敌，他的成功不仅仅靠廖凡的演技，更多的是在于情感的细腻表达和细节的打磨。吴玉这个角色不仅有作为国安战士的英勇和无畏，还有人性的挣扎和内心的痛苦。每次追查真相的关键时刻，廖凡都用眼神和动作将那种复杂的情绪表达得恰到好处，观众能从他的表演中看到岁月的沉淀和信念的力量。特别是第8集中，吴玉被关在暗淡的牢房中，面对敌人的拷问和威胁，他眼中却始终透着坚定的光。这种光芒是那种忠于国家的信念，也是那种无畏牺牲的决心，让人由衷钦佩。观众们也分成了两派，一派对宿敌疯狂表白，称他是谍战剧中的一股清流，廖凡的演技简直能把人看哭；
而另一派则对生前忍无可忍，觉得剧集的制作和剧情实在太过敷衍，很多人甚至在第8集之后就弃剧了。网络上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，有人调侃生前这5年积压就想让它发酵成老酒，结果开封之后却发现是一瓶烂醋。谍战剧的成功关键不在于颜值和酷炫的特效，而是角色内心的深度和情感的共鸣。宿敌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，剧情逻辑紧凑，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都有细致的刻画，观众能感受到那种忠于信仰的力量。而生前显然在这方面准备不足，剧情的逻辑性和角色的成长都显得非常薄弱，只能依靠男主的颜值撑场，这也是他难以获得好评的重要原因。总的来说，这次谍战剧市场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爱与气的对比，一个让人上头，一个让人想快进，甚至直接弃剧。希望生前能在后续剧情中找到自己的节奏，而宿敌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水准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瞬间。剧有好坏，生活还得继续，咱们继续期待好剧吧。毕竟好剧不嫌多，烂剧咱也懒得多说了。最后，你们呢？是被廖凡的演技打动，还是愿意为诚意的颜值买单？欢迎大家来聊聊，咱们一起为国产剧加油助威。